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中老年人长期喝咖啡有好处吗？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杨有玉尽管已经65岁了，但他依然保持着精致的生活方式。每天他的日程都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咖啡。随着年龄的增长，杨有玉开始对自己的记忆力产生了担忧，他害怕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病症，失去记忆，失去独立。听说喝咖啡可以降低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他开始坚持每天都要喝咖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预防这种疾病，并且杨有玉几乎是2个小时就要喝掉一杯咖啡，不管是手磨的还是速溶的，杨有玉都可以一口干掉，都不需要添加糖分。这样的生活方式让杨有玉的身体状况开始出现问题，他发现自己每天都睡不好，总是在夜间辗转难眠，起床后总是精神萎靡，没精打采。杨有玉明白咖啡中的咖啡因是干扰他睡眠的元凶，但是为了防止阿尔兹海默病，他仍然坚持每天喝咖啡。这样杨有玉的一天实际上就只能睡上2-3个小时。可惜的是，这个坚持并没有给杨有玉带来好的结果。不久后的一天早上，他在家中突然离世，原因是过度疲劳和长期的睡眠不足导致的身体崩溃。无独有偶，今年已经60岁的张大爷和其他喜欢喝茶喝酒的中老年人不同，张大爷有一个颇为稀释的爱好，那就是喝咖啡。用张大爷自己的话说，一天不喝咖啡浑身都会不舒坦。一开始是张大爷的儿子在喝，然后张大爷也试着喝了几天，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看着张大爷每天都要喝咖啡，老伴的心里有些不安，总是觉得这个外国的玩意对健康不是很好。老两口平时没少拌嘴，那么喝咖啡真的像2位老年人说的那样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吗？中老年人喝咖啡到底对身体好还是不好？最后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为什么前文中的杨有玉却因为喝咖啡不幸离世了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一探究竟吧。研究实锤，长期饮用咖啡加强脑代谢，能够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这项研究被发表在著名期刊《临床研究杂志》JCI。领衔研究者帕瓦尔教授通过对小鼠的咖啡因摄入对比中发现，一共有将近720个基因片段受到了咖啡因的成分影响，而咖啡对基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乙酰胆碱水平降低方面。大脑中的乙酰胆碱水平越高，修饰 H3K27AC、H3K9、K14AC 等基因序列的代谢效率也会因此受到了阻碍。饮用咖啡的同时，大脑的乙酸胆碱的水平减少，脑部的代谢效率也会因此提高。帕瓦尔教授还表示，大脑代谢和神经细胞的消耗速度息息相关。如果长期的饮用咖啡，中老年人的脑细胞神经的损耗速度减小，能够对老年痴呆起到非常不错的预防效果，降低大约 41% 的老年痴呆风险。不仅如此，脑部代谢和脂肪代谢、胰岛素代谢、蛋白质调节均有神经系统关联。长期饮用咖啡，中老年人免疫力或能够得到了提升，高血脂和高血糖的症状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由此可见，长期的饮用咖啡对于中老年人而言有不少的科学好处，不仅能够让大脑变得年轻，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同时还能够起到提高免疫力、预防部分代谢疾病的效果。有需求的中老年人不妨养成饮用咖啡的习惯，效果或者令你惊喜。咖啡每天喝多少才能对中老年人的健康有益？在帕瓦尔教授的研究中，单纯以咖啡因的角度表明其对于大脑和神经细胞的作用，但对于喝多少并没有明确的阐述。而美国的癌症研究中心曾经就咖啡饮用量和疾病风险关系进行了研究后发现，每日饮用3杯的咖啡，
每杯为150毫升。咖啡因对身体的作用效率会达到了顶点，平均降低 10% 的心血管疾病以及脑疾病的风险。但是如果每日饮用超过了3杯，对健康的影响效果不是很大。所以超过50岁的中老年朋友，每日饮用3杯咖啡大约在450毫升是比较合适的参考，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体的情况来进行增减即可。前文提到的杨有玉老人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喝咖啡的量，这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总而言之，合理而且长期的饮用咖啡是更有利于健康的选择。但是咖啡虽好，也并不是一定适合所有的人。3. 每天都喝咖啡的人身体会怎么样？ 1. 头脑清醒，缓解疲劳。咖啡中的咖啡因含量很多，而咖啡因的作用就是可以刺激神经，使神经保持兴奋状态。另外，咖啡因与体内的腺苷相似，也就是可以占据它的位置，不会释放休息的信号。腺苷的作用就是释放休息的信号，提醒人体该休息了。此时人就会犯困疲惫。如果一些人群在该休息的时候还在忙碌，想要提神缓解疲劳，就可以喝点咖啡来提神缓解疲劳，让自己更有精力的去应付工作或者是其他的事情。2. 降低死亡率以及部分的癌症发病率。在欧洲流行病学杂志上有过一篇报道，表明了适度的喝咖啡是有利于降低死亡率的，还具体的说明了每天2杯咖啡，预期寿命可延长2年。这项研究也是对38万多人进行的，而且针对45万种死因进行了分析，也排除了一些因素，比如年龄、体重以及吸烟和喝酒，发现欧洲人经常喝咖啡的效果会更好。每天都喝咖啡的人，全因死亡率和特定原因的死亡率都会降低。在研究中还发现，适度喝咖啡可以降低患癌、患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的几率。除了这些研究，美国的2015至2020年居民膳食指南中也特别的指出，每天适当喝不加糖和奶油的咖啡，患2型糖尿病以及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肝癌的风险会有所降低。3. 保护肝脏。在英国医学委员会公共卫生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咖啡对肝脏有一定的益处。研究纳入了 1.4 万名参与者，每天平均喝2杯咖啡。多年之后发现，他们患慢性肝病的风险比不喝咖啡的人降低了 21%， 患脂肪肝的风险降低了 20%， 死于慢性肝病的可能性也降低了 49%。4. 预防老年痴呆。美国老年病医学杂志上面，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研究人员经过了10年的调查追访，发现在6000多名65岁后的老年，每天适当的喝咖啡，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可降低 36%， 主要功劳还是在于咖啡因。4. 每天都喝咖啡与从不喝咖啡的人有啥区别？从以上几个喝咖啡产生的效果可以了解到，不喝咖啡的人难以享受到咖啡带来的相关好处，差别或许就在这些地方。但是要说哪个的身体更好，这个没有答案，因为影响健康的因素太多，仅靠喝咖啡这一点不能做出合理的评判。即便喝咖啡有相应的好处，也不能代表每天喝咖啡的人就一定会比不喝咖啡的人好。况且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每天都喝咖啡的人，每天喝咖啡的量是多少？喝的是什么咖啡？喝咖啡的人群又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也就不能给出答案。再者说，不喝咖啡的人是否养成了其他的良好习惯或者是不良习惯，这些不确定的因素都有可能对健康产生好与坏的影响，因此两者之间不可做比较。那么每天喝咖啡的人怎么喝才健康呢？第一，每天喝咖啡的量建议在2到3杯，主要是控制咖啡因的摄入量，每天不能超过600毫克。
而不同种类的咖啡，咖啡因的含量也是不一样的。一般纯咖啡的咖啡因含量较高，能够达到80至90毫克，速溶咖啡的会低一点，大约是60毫克。每天都喝咖啡的人可以自己推算一下，尽量不要超出标准。第二，建议喝不加糖和奶油的咖啡。简单来说，就是不要增加糖分的摄入和油脂的摄入。这些成分摄入量增加会对健康产生影响，产生额外的负担，引发一些问题。第三，患有肠胃疾病、三高人群以及怀孕、哺乳期女性，尽量的不要喝咖啡，以免对身体造成较大的损伤。第四，容易失眠的人群喝咖啡可能会引起神经兴奋，从而影响睡眠，因此也不建议失眠人群来饮用。第五，骨质疏松的患者，咖啡会减少钙质，引起骨质疏松。第六，服药人群，咖啡和茶与多种的药物之间会产生强烈的相互作用，因此在服药期间不应该摄入咖啡和茶。长期喝咖啡会对身体产生一系列的变化。咖啡对身体器官有一定的好处，如对心血管、神经和肝脏的保护作用。过量饮用咖啡可能会对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和睡眠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适度的饮用咖啡是明智的选择。每个人的咖啡摄入量应该根据个体的差异和健康状况来决定。如果存在特定的健康问题，或者对咖啡因过敏，那就应该遵循医生的建议，适度限制咖啡的摄入量。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